老中单了。2人9，对，所以就要来这验一下了。RV 这里小张、辉巴、2人9、Barry 以及 Tag 3场就是打满的那种情况，但是最后都没有赢下来。关键的对垒啊！辅助 KBG UU RV Top。射手 KBG 小马 RV Barry。中路 KBG 季梦 RV 安然9。打野 KBG 大唐 RV 辉巴。单人路 KBG 胸针 RV 小张。Hello， 各位召唤师们，今天的第2场比赛将由 KBG 对阵上 RV。KBG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遗憾落败 FP， 而 RV 则是在他们的上一场比赛当中打败 FP 的不败金身，斩获1胜。本场比赛胜负究竟如何？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找到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今天这场精彩的对决。OK， 那上一场的话。微博 Gaming 也是2比0赢下了芜湖 Gaming， 所以现在压力要给到 KBG。面对着目前状态很不错的 RV， 今天有没有机会去挑战一下？主要刚刚像橄榄说的那个，上一次2个队伍的对手都是 FP， 对，然后有人赢了，有人输了 ，FP 被夹在中间当计量单位了。还真是啊，不过 FP 说没关系，我这个分数怎么着也包够了10-1啊，10-0开局，给一把无所谓，没毛病。但确实得看 RV 最近的这个状态啊，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常规赛期间能够把自己的阵容多磨练磨练肯定是更好的，而 KBG 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我们上一场比赛也说了，他们不仅是急需胜利，同时也急需2比0的胜利。对，就因为他们这个小分嘛，小分比起上一名的 WBG 来说的话，还是有一些压力的。而且 WBG 那边赢的确实2比0比较多一点，所以小分自然也比较高。KBG 这个赛季是真的前面半段走的有一点可惜了，就是因为很多比赛可能觉得鳄鱼是个陷阱。有可能吧。先把飞机出了，泰坦是可以锁的，这把泰坦是放在外面。泰坦加 EZ， 鳄鱼，感觉这蓝色发动3龙拿的有点太漂亮了，绝对是顶中顶。九哥上来。整活来了，钢铁的团战作用要大很多。是的，他的容错也会高很多嘛。鳄鱼这英雄只要死个2波左右，他基本上就没什么声音了。没错，这2轮班是把 NOC 给搬掉了，怕这个东西跟着就是泰坦的控一起出手，防不胜防。有泰坦搬莫高娜，9桶啊，只有9桶了感觉。这9桶中路再来个卡米尔吧，这把。还有别的吗？这把有岩雀的情况下，其实女刀也没那么好出啊。我觉得对于季梦来说，这把就是卡米尔或者是女刀2个英雄其中之一。平常没怎么看他玩过杰斯，就如果会杰斯的话，这把感觉会好一些。已经开始想冷门英雄了，那就是中单9桶，中单9桶，中单9桶再来个螳螂，螳螂其实对到岩雀的野区压力是不会很大的。斯卡纳来走辅助位了。这斯卡纳其实现在在排位里面走辅助位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不是真的会拿下吗？有机会，感觉有机会，这把能出，能是能，但是布隆的话就是也去打架呗。主要是感觉斯卡纳的大招反应速度来说的话，选手们应该就是很难给你那种很梦幻的大招，而且你需要前期起节奏，后面大家做个什么水银之类的，基本上就没啥用了。布隆左边。除了 EZ 之外，基本上都是短手，需要贴身去打的。那布隆确实是一个好选择，可是打布隆被动来说的话，难度会稍微有点大。对，这把只能飞机跟一跟布隆的被动。
右边这阵容有点缺先手啊，他的先手只能靠岩雀、靠自己的这个岩突去尝试性摸一下奖，有点像拉克斯的玩法。没错。该说不说，我觉得这把 KPG 的阵容看起来好像主动一些，对，主动一些，看起来要就是更好赢一点点。你如果把队伍的 ID 遮住的话，对，就他们这个阵容是更好去起节奏的。嗯，看一下螳螂和这个鳄鱼吧，在前期发育的怎么样？而且我觉得这个上路的鳄鱼和下路的 EZ 这2个点选下来，至少说前期能占据上下2个半区的线权，中路可能没那么的稳健，但是酒桶这英雄洗线还是能稍微跟对面对着洗的，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拿线权，还是得保着螳螂前面的正常发育啊。螳螂这英雄现在比赛里面其实出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会在第2把、第3把会更多一点。这把是因为面对到岩雀的时候，我觉得螳螂打岩雀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就是因为你的这个3技能不会那么早去使用嘛，所以岩雀的这个撒石阵其实对螳螂来说没有那么大的硬抗的。而且岩雀最近比赛里面也算是，我感觉晋升个T1左右，差不多。岩雀其实现在打野上面最大的毛病还是前期他需要发育，他不会像暴女来的那么快起节奏，所以这个也给了螳螂在前面有一个比较好度过的机会。小风扇一吹，准备开始小张争霸赛。小张争霸赛，这把还有这九哥开始动脑子了。这局真得看一看上路对线了啊，奎桑提和鳄鱼。来吧。我们之前的比赛其实很多看到鳄鱼跟奎桑提的这个对线都是属于一边倒啊，就要不然鳄鱼一路优势领先通关下去，要不然就是奎桑提这前面1、2级的时候就已经对线结束了，就已经把鳄鱼给反推过来了。是的，现在有很多奎桑提会选择1级不学技能，然后等着鳄鱼把线推过来之后拿2技能来阴你一手，就2技能他稳定推到鳄鱼之后，能去触发自己的这个冰霜领主的同时，然后可以打一下你那个减速和强化平 A。来了，进入到赵人峡谷当中，今天的第2场 BO3 第1局。因为这把鳄鱼对到的奎桑提，同时打野位是选择到一个螳螂，前期没有那么多能做事的情况下，胸针还是选择对带了一个传送。就如果配的是什么暴女岩雀，就直接带点火了。那样的话，抵打线上，这把中单的酒桶同样也可以期待一手。下路1级换得很凶，上来靠着悠悠的这2技能的盾啊，是换到了不少的血量。1级的时候酒桶推瑞兹的线还是非常好推的，因为清线能力要比瑞兹在1级高很多。吃一个，摸了个小的，但是被打个闪啊。但正常来说，这里应该是会带海闪的，所以这闪现其实无所谓。不过也难受啊。哇，这2级上手法了，小张。来劲啊！这2级直接把鳄鱼的血量压得很低，下波线鳄鱼还没有办法很好的推进来，所以现在这前面第1轮换血上面，奎桑提其实领先了非常多。小张一定是听了赛前的发言，听说你要给我上课，那我就来教教你。我这样告诉你为什么我的XZ 后面的字母多一点。下路的对线优势稳稳的掌握在蓝色方手里，然后目前来看的话，上路是红色方。中路的话，瑞兹优势要稍微大一点。酒桶前面还是比较难拿线的，所以1级上面推确实要快一些。蓝色方的一路线优，但是这一路的线优会比较明显一点。不过这个组合如果说挪到中路去的话，它的线优可能会被稍微弱化一点点。其实 KPG 可以考虑提早去换线哦，因为他们只要换完线之后，这下路的酒桶跟瑞兹如果走到边线上去对发育的话，其实 KPG 的优势会很大，因为他们这样可以把悠悠给解放出来，让他在中路更好的提前动起来。没有哦，他们还是选择 EZ 和泰坦这一波出门的时候直接往下路走，应该是想要再欺负一下对面，但是对面已经去中了。灰巴在旁边蹲了很久，小马身上是没有带净化的，这把带的是屏障。悠悠这里闪现了，还闪过来了，但是而且岩突是没抬到的。还好这波无事发生，就是浪费了一点灰巴的时间。对，这波被悠悠博弈到了，他知道你要出岩突了，所以他直接往前走位，不让你突到。
张哥回去补完装备了之后出来，小父亲背心。对上鳄鱼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直接第一件大反甲。那样鳄鱼如果不出黑切的情况下，基本上是耗不死的。尤其是再加一双铁板鞋，对，动都动不了。KPG 的阵容还是比较讲究这个对线的时候稍微稳健一些，等到打团的时候他们会有天然优势。哎，带回塔里了，3技能位移小兵，但是2技能没有打到胸针身上，那这样的话动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对，这样应该是杀不死的。防御塔没有给到足够的就是补充伤害，刚才。但是这波还是挺惊险的，小张靠着自己的一个傲岸雄姿，是直接把胸针的大招跟闪现都换出来了。是的。喂，上路没闪呢，这波糟了。泰哥趁着中路的一波 miss 的时间，直接来到上路。那布隆等不了了，等不了 ，A 掉了 ，A 掉了。刚刚可能技能也空了，来下路打了个河蟹，但是同时也把自己的闪现给交掉了。反身飞机挂着泰坦大招跑了，绕操场跑了一圈，回到塔下。上路胸针这样的话有点炸哦，被布隆抓了一波，那确实没办法。而且刚才也像你说的，第一波交手的时候已经把闪现给交掉了。对，这第2波是明显以为对面回了，所以可能自己的中路也没有放住。大家回顾一下，3技能位移小兵，这波其实有点朴实无华了，就是你压得太深了。对，就对于鳄鱼来讲，他想要把下一波先给洗掉，不然现在回神的话，其实没什么好补的装备。螳螂开了个隐身过来，要找299，哇，旁边酒桶再补了一点伤害。九哥的击杀，大唐这里手拿把掐，而且大唐的螳螂该说不说，也是他招牌英雄啊，下路可以开始吃镀层了。中路预判的沿突撬回了小马，不过跟队友距离太远了，而且泰坦已经在视野当中。防盗门再没收个 EZ 的大。前期两边打得比较平稳吧。目前产生2颗人头，而且经济也差不多。RV 这里稍有领先。季梦这里其实刚刚上一波配合着打野把299给压回去了之后，现在的领先是比较大的，在这个经济上。但酒桶很难在一波资源团能把你这个经济优势转化为实质性的伤害吧。得看自己的技能怎么样去使用。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飞机没蓝了，飞机得回家补一波出来打资源团。镜头再切回给上路，这里应该补给一波了之后去。哎，红色方好像想先动一下小龙啊。螳螂这个时候还在下路蹲，还是说他们想卡这个时间差再抓一波安人9？但是这波是有双招的，弹出来吗？这波没那么好，很难给到机会啊，这里。而且这波有点亏节奏啊，因为资源已经刷新了。对的。螳螂这里先开了个隐身，卡了一下视野，但是没有选择去。岩雀已经在动了，但是同时螳螂也在动小龙，应该打不起来，应该是资源互换。翻散去拿，那还可以。开了个车再走，一直在针对下，但是瑞兹刚刚已经给过一波机会了，学乖了呀，不想背锅，不会再给机会。九哥还是对大唐懂的。你看两边打野去抓下路，好像都浪费到时间了。我觉得这2支队伍在这个边线的纪律性这块还是不错的。上路直接选择掰，现在小张是有技能就直接选择跟你硬打，但是都被扭了，这波是都被扭了。对于葵桑提来说，他只要每一次让鳄鱼不摸到线，其实他就是赚的。是的。就鳄鱼要不停的回家补装备再回来，然后葵桑提能一直推线，这种对于葵桑提的发育节奏来说就是很舒服的。而且现在回去这个大反甲加上一个小的冰拳啊，耀光已经出来了。这把前期灰八的发育还可以，虽然螳螂那边有人头，但是他的发育没有落下。回去再做了一个石像鬼，上路感觉鳄鱼已经1打1打不过了。大反甲加上铁板鞋加上石像鬼，抓也抓不死。这葵桑提现在对于左边来讲也摸不了了。九桶下路兵线清掉了之后，应该是要布一下视野了。灰八来上路直接帮助小张把这个1塔想要去磨磨血量。
风筝在塔下也没人帮，先锋撞出来，这个是直接可以把一塔拿到手里。回巴提到了这个钱，还来绕了一圈，不给机会就回，问题不大。旁边的视野应该是看到了岩雀哦。嗯。哎，好像还想找下路的麻烦，但是布隆这里直接过来了。对，当你们二过来的话，就告诉你走吧。而且刚刚这个野区没视野，泰克也一直在用自己的一技能去找。嗯。开隐身过来又卡视野，不是这个有点太强行了吧？而且好针对啊，有没有感觉？但是阿忍9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大唐这2波过来真的有点浪费到时间了。什么意思？就喜欢拿兄弟开刀。这老队友必须得安排一下，安排的明明白白。九哥整不会了。岩雀过来帮飞机把线给清掉。色提倒是在上路过得风生水起，没有人去照顾他。哎，好像还想对下路动手，但是推完线了之后，布隆已经保住瑞兹先撤了。现在对于红色方他们的想法就是，因为我葵桑提能自己慢慢动，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布隆叫去下路保安9的发育，然后我中路飞机自己吃回推线的同时，只要岩雀过来帮忙看一下就行了，就刷完野过来中路逛一圈。就算你中路要动我的话，岩雀第一时间也有强慢，可以直接飞到中路来，能支援。这个分线其实对于红色方来说是很舒服的。布隆换位置了，来到上半区，然后配合着上下的2路分线也换了一下人。而且 KBG 的阵容其实前期是该起点节奏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因为他们这样的分线，导致泰克前面帮助2人9在边线，消磨了很多波节奏吧。对对对，就防患于未然了，属于是。对，这个瑞兹在几近被针对的情况之下，都是布隆在旁边给到威慑，没打起来。这个现在1比1的人头比，对于 KBG 来说是肯定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这个阵容打到后面是有发育压力的。来，野区直接给大，撬过来一个，能走吗？这空的有点久，又交出闪现之后，这伤害还是够了。飞机的普攻已经跟出去了，这是个死亡闪，那这条小龙也可以优先占线了。对的，还有10几秒的时间就刷新了。又来下路，这回把中路帮完之后，直接来下路，开大了，直接把鳄鱼大招给逼出来，但是沿途又撬回来一个，顺便可以带回来。小张第一时间没有选择用大招，大唐想要上前收割掉了。哎，这波小张直接用大招，鳄鱼不就死了吗？但是回巴好在后面靠着自己的高伤害和电刑啊，先换掉了一个大唐。现在刮个大，3技能过来，哇，这1闪稍微空掉了，但旁边的平 A 是补上了，直接 A 死了。回巴有点没想到 EZ 直接支援过来了。那突然打完一波，现在是蓝色方的人多，打红色方的人少。对。不过下波出来之后，小张是有 T 的，红色方还是可以很快的支援，因为阵亡这2个人，一个有 TP， 还有一个用大招可以到正面。不过 KBG 已经可以有一个率先动龙的权利。TP 来了，回巴还有7秒钟，不敢继续打了，先把位置拖开。而且中路的兵线运进去了，那 Barry 和 Tuck 可以第一步优先一点过来。但如果第一时间没动到底的话，其实岩雀的大招还不着急用。没着急，已经腿过来了。对，跟队友汇合，正面2人9在草里面阴着打了一套，但同时小张也被猛打一波。胸针集火到了之后直接被秒掉了，虽然大招开起来，但是保不下来命。那正面4个队友只能让了。我觉得有点太犹豫了，太犹豫了。我认真讲，这波 KBG 其实可以先是打到底。就他至少说是把那个岩雀的大给骗出来才行，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开始摸龙的时候，岩雀大概还有7秒钟左右才复活，而且就是下路打了一波好的，相当于没打。对，其实那波下路我觉得 RB 是挺给机会的，小张第一时间没用大招，他那个时候如果用大招的话，其实自己可能不会死，而且鳄鱼那个时候是肯定会被换掉的。操作好一点，下路其实第一波红色方应该是个2换，应该是个0换2，是的。就看你扛塔的第一时间直接闪现上去咬。对啊，这2技能都不用给，直接大招带回来，应该就杀了。这好在灰巴后面是操作一个，不然亏麻了。灰巴这里也稍微有点不小心了啊，想要节约一点点回城的时间，站在了一个危险的地方，经济拉回到将近4000块了。
但不过这个龙团还是打回来了，钩子先勾到了，勾了一个布隆，但是自己反正要被抬。疏东航的拉一下，然后再接自己的大招，还可以打的效果，自己没死，悠悠一丝血锁住了。连经济差在3000左右，这样的发育对于 KPG 来说，其实下2波团还是有一战之力的。包括 EZ 的强势期，然后螳螂其实也发育的差不多了，这个时间点的9桶伤害也很高。对，主要现在螳螂的发育是挺不错的，已经来到自己的13级了。下路又来抓鳄鱼，大招过来，那鳄鱼哇直接融瞬间被秒。这现在就是鳄鱼这英雄选出来的问题啊，你对线没优势就很难玩。一眼还眼了，但是大唐在旁边守株待兔，等着安人9跳出来了之后，直接安人9开启的大招逃出去了，直接一波开车逃出升天。知道你螳螂没状态了，红子方可以直接开始摸大龙，瑞兹也可以吃着果子就慢慢赶过来，勾了一下辅助，反手直接给出冰川裂隙，大招砸完了之后，灰八的血量有点低，第一时间拉到比较靠后的位置，但是小张很能打呀，冲进去，先收了一个9桶9桶在里面被当球踢了，而且这主要是中单9桶他不肉啊。对，第一时间其实 RV 这个配合稍微有点小失误啊，就是把9桶击飞来击飞去的。但是好在后面魁当迪还是用不解释的大招直接把人给灌走。魁当迪补完自己的状态了之后，直接传出来了。怎么说，下路的兵线对红色方来讲也是好的啊。红色方还可以拿着这个野区里面的视野跟你慢慢做拉扯。螳螂开了隐身过来要找安人9，又打安人9的血量，金身规避一下延拖，自己再交闪现走，但这波换很亏呀，把螳螂技能都换完了。感觉现在 KPG 大唐已经开始有点着急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阵容再往后打已经开始打不过了，他们节奏没续上，确实是有点急了。哎，金还是收那个兵？确实是在收兵了。哦，我知道了。正常来说，鳄鱼金鱼独立。正常来说，鳄鱼是绝对不会附魔金身的。这把压力有点大，附魔了个金身。然后当可血用了。假装自己其实出的是可血。对，当可血用了。野区里面在阴，有没有哪个幸运儿会进来 ？EZ 的2发秘术射击都没有能够探中，疏东航再往前拉，但是拉完了之后反身又被抬过来。泰坦是不是也有点草率了，是吧？大唐想过去找一下灰八，但是这个跳的角度不是很好。9桶把人弹了出来，小张开启自己的石像鬼，自身的目前血量还是很健康啊。拉扯之后是白打掉一个悠悠。哎，我在想的是，悠悠这2波都是直接主动勾进去被秒的，他其实。是不是有点错误预估自己的坦度了？但是有点没办法，因为没人能进去做视野了，现在就只能把悠悠迈着进去。就刚那个属于龙坑里面一点视野都没有，然后他只能自己下河道去找机会了。就得硬挤进去了，有点。现在是泰坦，他们现在探视野基本上靠 EZ， 但是 EZ 刚刚2发秘术射击都没有打到人。所以觉得里面有可能没人，然后说泰坦你试一下，有可能。来撬一个回来，这鳄鱼已经顶不住了，魁当迪先拿掉鳄鱼的人头。感觉现在这个鳄鱼脆的像大唐进来的有点早，这个惩戒被灰八给设计住了，骗你大唐下来之后上野双阵亡啊！哇，这灰八捏着惩戒，等你下来交了惩再交。糟了，那这样的话感觉已经有点走远了，这把确实走远了，中期给到了太大的一个压力。直接封住了之后，开车过来追一下季梦，把季梦的闪现也打了出来。开始借着大龙 buff 的威力往前推进。刚刚难拆的防御塔，现在就是可以随便取款。上2塔、中1塔，现在推到中2塔，瑞兹待在下。这把张哥有点猛，这把张哥对阵到打团全面碾压。魁当迪还出了一个狂徒啊，都不用回家了。对自己的血量拿捏的比较准确。中2也拿了，下一步就是高地了。这把感觉，哎，怎么今天我们好像选什么的失误都多？对，我抬2个伤害好高啊！先秒一个，金身起来了之后，想要压也压住了，被瑞兹收下了这颗螳螂的人头。瑞兹，喂，等一下，炸回来一个，有机会吗？没有，带回来了，有金身，但是瑞兹已经收获了一个双杀。有桶倒了之后，家里面只剩小马了，小马独木难支，还被瑞兹困住。这一把又是17分半的时间，
轻松拿掉了。2位，恭喜你们第1局顺利拿下。张哥这把有点太猛了。张哥，我感觉赛前那句话像是给他打了鸡血啊，这把打的尤其的凶猛，而且今天看得出来，第一把很明显能感觉到张哥的状态很好，很好。这确实有点被打回现实了，打回现实了。果然，这个看一下这个 XZHANG 才是真正的 XZ 啊！小张这把的奎桑蒂拿出来了之后，打出了对鳄鱼的一个 counter 效果，而且配合着岩雀，其实岩雀在前期过得并不是特别的舒服，但是中期配合着无论是瑞兹还是我们看到配合着奎桑提2波节奏打完了之后，自己瞬间就已经起飞了。我觉得这把其实最主要很关键的一个人是 Tag， 就是这把其实 KBG 前面就是很想往这个边线上面开刀，以致这个奎桑提没有办法抓的情况下，他只能去动安然9，然后 Tag 同时一直会守在安然9边上，第一波是被逮到了，对，后面第一波 Tag 不在，对，后面每一次的时候，其实这个布隆都会在安然9旁边，导致就 KBG 中期的时候，其实节奏一直没起来。而且我感觉安然9其实这把打得蛮好的，就是他虽然中间有布隆过来帮忙嘛，但是布隆走掉了之后，他其实后面在有人想针对他的情况之下，他依然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你像下路的那一波，就螳螂阴着出来，然后直接开车走，就是被抓了一波之后就已经长记性了，后面不会再给机会。九哥这个意识和嗅觉还真的是，我只能说一直保持得非常非常好啊。而且我觉得鳄鱼上路那波金身啊，实话实说可以理解，就是压力真的太大了啊。这把他在中期莫名其妙被秒了2、3次。对。确实不是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鳄鱼也不会做金身。鳄鱼做金身只能说进去开到大招，打完第一波状态之后卡位置，对吧？拿金身去拖这个站位。当你鳄鱼要出金身的时候，已经证明了这把游戏其实对他来说已经非常不顺了。灰八的岩雀在这一局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对，这一手岩雀，哎，感觉 MVP 应该大概率是也有可能是小张啊。对，我觉得这把上野都可以。这把真不好给，上野都可以，打的都很好。上野这把是最直接的。Barry 哥当然这一局他也很重要，但是我们说在这种局势当中，如果是没有打特别多那种大团的话，你很难找到 AD 的一个亮眼表现。对，你就像这把，其实小马的输出也很高，但是很多时候在这种局里面，其实两边 AD 都是不会在整个比赛里面影响太多的。是的，你看小马打的伤害其实挺高的，3万输出，但前提他也确实是一个 EZ 嘛。然后自己家的打野确实节奏被摁住了之后，上路直接爆掉了。然后中单的9桶其实打到后期很多的技能都是用来自保的。对。然后悠悠就更不用说了，悠悠探视也死了2次。悠悠这把勾进去就没了，难起，就是没有什么节奏能起来。边线出不太去。看一下 MVP 啊，还是给到了灰八，3票。4-1-6的 KD， 28的伤害占比，135的伤准，参团率是71%。暴力装拉满，灰八在玩到这种大刷子的时候，一般 KDA 都会很好看，然后包括他的这个伤害占比也会很高。这种能刷的野核英雄还是太适合他了，而左边没有人能扛啊。基本上谁被这个沿途抬到了之后都是一套死。我记得有一波他开下路去抓鳄鱼，应该鳄鱼大招刚开瞬间就没了，满血，对吧？那个时候是刚开大的满血鳄鱼，瞬间倒地。这波是很漂亮啊，灰八靠着自己的精准的技能，然后完成了一个反杀。EZ 螳螂倒确实算是尽力局，但是螳螂这个英雄，如果一直不给你机会的话，就是也很难。最近排位我用了很多把螳螂，我的感受是这英雄有点容易隐身。就这英雄他即便是自己优势局的时候，其实因为英雄的特性，他很难去打输出。对的。就他不像其他的战士英雄一样，就如果说我其他战士英雄，像赵信这种或者像魏这种，我在有优势的时候，我可以无脑上去锤人，然后把自己的伤害给打出来。但是螳螂就不行啊，因为螳螂进场太需要时机了，就最后拼场上面也被灰八小小的设计了一下。是的，刚刚我们再回看最后一波的时候，可以看到，就小马真的在非常尽力的在旁边打输出。对，他刚刚那一波团战之前已经 poke 出来相当高的有效伤害了。但是没什么用。因为他的技能基本上都是打到后排的，就是你隔着一堵墙在旁边做掩体，然后偷袭后排的人。左边的阵容其实按理来说，他们的想法是在团前靠着小马的 poke 多打点输出，然后鳄鱼进去的第一波扛完伤害，用金身去规避了
致致命伤，然后这个时候可以给螳螂创造出很多的进场空间。对，然后九董还可以把阵型打散，九董就混伤害就行了。然后九董最好的就是用大招把人炸散之后，给螳螂多有一些这个残血嘛，对，能触发自己的被动的机会。对，当然我觉得这种就是一切都建立在前期的节奏没起来的情况下。然后这个很理想的状态，其实在中期延续那2波车开完了之后就已经没有了。对，还是灰八的这个岩雀有点太权威了。感觉灰八这种 AP 打野玩的是真好。我印象里面，他这一局搬梦魇也有可能是有一个原因。之前他们有一把也是拿到岩雀了之后，中期本来想去靠着岩雀起节奏，但是发现梦魇每一次扑在岩雀身上的时候，这岩雀没有反制手段。对，就岩雀这个英雄，他比较怕的就是能突你脸的，然后不会被我位移限制的，不会被我这个撒着阵限制位移的英雄。这个梦魇就是一个，因为我提前开2技能就行了。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我现在在想比较好打的就是劫。当然，现在这个比赛里面确实没有劫的。这个英雄很难出场，没有什么出场空间。NOC 虽然也过了他的黄金期，不过现在在比赛当中有些情况下，对面是岩雀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拿来用，而且效果还可以。打特定英雄嘛。对。我觉得就下把多想想自己的阵容，最好能往这个后期有一些保障吧。因为上把 KPG 的阵容其实选出来还是比较偏前期的。就我能感觉到今天 RV 对于你前期的防范是做的特别好的，自己的阵容选出来之后是一个在中后期比较有输出画面的阵容，他们在前期只要避免失误就行了。对，尽量打得稳健一点吧。下一局，而且我感觉 KPG 他其实对于这场比赛就是。怎么说呢？他们是有一定设计的，对，在打2V 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去抓边线的安人9，但是发现2V 那边我也做了准备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抓我，你是大唐嘛，对吧？那我们这边有安人9的话，直接辅助过来保一手，对，防着就行了。该说不说，泰格这把还选的是一个布隆，对吧？最好的能防的英雄就是他了。我们肉眼可见的。安人9被抓了5次大唐在旁边，但是只成功了第1波，这就足以说明了这个提前的准备量。对，而且我可以看到，就是大唐很多波都是搞那种，我表面是明面着来，但我给你一种我要走的这种错觉，然后我开个隐身，突然卡视野回来，隐身回马枪，然后扑到你脸上。但安人9完全就是兵线，如果不到我脸上，我就不吃。对，然后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KPG 在第2局选择蓝色方。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依然有一个组建出来那种特别完美阵容的机会。因为第1局，实话实说，阵容是没问题的。对，尤其是前3手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阵容挺有优势的。就没打出来嘛，没打出来。而且我觉得就是第1波打架的时候，实际上是 KPG 的阵容的一个比较好的第1波爆发期。当然，他们也是因为这上路的鳄鱼对线对的没有特别成功的情况下，其实他们没有第1波跟对面打起架来。这是一个比较伤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下一把还是真的就是，书生今天打的不能太激进了，因为激进容易给小张抓到这个破绽，稍微稳健一点，对，容易被找到机会。而且感觉第2局在没有 EZ 的情况之下，他们也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谁来探这个视野。RV 是很喜欢打视野差的一个队伍，是的，他们尤其是在优势的时候，阴柱那里基本上阴1波你不中招，阴2波还是会中招。上一波就是你献祭掉悠悠了之后，自己家最稳定的那个控制和开团就没有了。KPG 看一下要不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阵容，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上一把在没了鳄鱼跟葵桑提之后啊，其实现在胸针玩的比较多的英雄可能是像剑魔这种偏打团的英雄，但这种英雄是属于上限没有那么高的。在当前版本，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上一把把鳄鱼烧掉了。如果你这把出剑魔的话，其实也没有那种对线比较 counter 你的英雄。来吧，看一下两边的第2场对局，没有换边啊。蓝色方 KPG， 红色方的 RV。卢锡安会成为一个争抢的对象，会搬吗？感觉这英雄有可能会吃个ban。但是说实话，我感觉最近卢锡安的胜率有点低哦，还是得配软辅啊。因为很多的像你说的，就是他配了硬辅之后，其实打出来的效果就是卢锡安团战没怎么打伤害，他不敢打了。对。然后中期呢，你没有软辅的配合的话，其实怕自己的血线压得太低，也不敢滑上去打。我觉得就是没有软辅的情况下，其实卢锡安的伤害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是的。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比赛里面你不能只看这个阵容搭配，你得看整体的这个阵容，对吧？你必须得要这个下路有软辅的话，其他人得去开团，得有配合度。是的，来吧，进入到第2局。蓝色方 KPG 先把豹女和努努摁掉，这个是跟上一局一样的，前3手都一样啊，包括这个时光老头，搬一手喂，波比，卢锡安要摁吗？还是盲僧？还是盲僧？我跟上把一模一样。那这样的话，卢锡安看小马要不要选哦？青钢影，青钢影一选，而且选的速度非常的快。
安倍萨如果RV 拿到的话，可以做上中的摇摆。这个豹女绝对是放不出来一点的呀。灰八的豹女特别恐怖，极其恐怖。灰八现在真的这几个 AP 的野核玩的是实在太熟练了。就是我感觉其他的你放出来了之后，感觉还有的打，但是灰八的豹女没怎么输过，是真的。他没把那个豹女拿出来，跟小戴一样。对，这是在职业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在职业比赛里面当小戴，对，很夸张的一个表现。拿霞，没有选择拿卢锡安哦。阿卡丽，阿卡丽，我觉得这里 RV 主动拿霞的话，其实有一点就是想把重心还是放在上半区去打。但是你上半区的话，在第一局已经天然搬掉了10个英雄的情况之下，第二局放到后两手去拿，可能会考验一下英雄池。哇，吉格斯直接来了 ，KBG 要玩体系了。该说不说，吉格斯打霞是有说法，因为霞手很短。对，这个是绝对优势。有霞的阵容在面对吉格斯的时候都会很难受。不过这一局吉格斯可能面对的挑战就是对面的阿卡丽。是的。不过这把吉格斯他的站位应该是那种非常究极之靠后。因为这是非常复古的阵容啊，青钢影加加里奥加吉格斯一起选了，先把自己的阵容给构筑出来。青钢影加加里奥，然后青钢影加吉格斯。这把还没9桶了，确实有点难做反制。对，3个英雄拼出来2个羁绊，但是对面的 RV 说，我这里选的就是切后排的阵容，阿卡丽加上安贝萨，对，后排的霞不需要我们管。其实 KBG 这个阵容虽然打团的时候看起来猛啊，但是打到中后期才慢慢有画面。前期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缺伤害。吉格斯的伤害不会很稳定，青钢影也没输出在前期，青钢影也没输出，青钢影很吃装备这个英雄。先搬个狼人，摁掉这个狼人之后，2轮的话蓝色方可能要稍微针对一下辅助了。这狼人感觉像是搬的上单的狼人啊。因为这个卡米尔实际上有机会去走中的。卡米尔对到阿卡丽的话，其实对线是有一些劣势的，不过前几集的中线还是能够抢到。搬了扇子妈，怕被拉扯。右边这阵容，但是红色方感觉应该补个应付吧。感觉是得要个应付，这把得来个什么奥恩这种。奥恩是好的。布隆刚好上一局也已经被用掉了。对，最好的是布隆，但是这把已经没了。兰博还剩下最后一个班位，要不奥恩也摁了？感觉要不然巴德还是搬了这种就是常规意义上更强一点的英雄。他怕你前期搞我。但是实话实说，奥恩感觉就是配 RV 最好的阵容。大树一般。大树真一般，我觉得奥恩肯定是最好的。大树是属于那种点对点的，我下路对线的时候，我能去搞你的吉格斯，然后打团的时候，我可以先做一个集火，因为右边这样选下来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讲也算是1.5个小锁头嘛。对，这个安贝萨加上大树捆一个安贝萨稳定接大，然后把前排第一个先给秒了。大树的优势应该是可以稍微限制一下吉格斯的站位啊。纳尔吗？我觉得纳尔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这纳尔的话，张哥应该锁了，张哥应该直接截丝了。这把好看了啊！我看刚刚弹幕上面还有人在聊纳尔，这边人还真出了。等一下啊，这样的话感觉这个分线稍微有一点不同啊。这个老司机应该选不下手吧？已经拿了纳尔了。这纳尔现在总不至于什么？纳尔现在能打野吗？我之前排位里面确实没有见过纳尔打野。真要这么分吗？那是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青钢影去打野？保留，但实在刷野太慢了。不是，主要是感觉这2个英雄都不是很适合。对，这现在刷野都不快。那老司机就更不适合了。对。啊，狮子狗真来了！今天真有狮子狗。请问吉格斯怎么活着吧？吉格斯就自己想办法呗，自求多福。再看一下最后这个分线啊，很妖啊！现在反正排位里面我是真的没有见过一把纳尔打野。老司机上单，纳尔打野，中单青钢影。这还是纳尔那个时候刚出的那个版本啊，在比赛里面是可以用来打野的。
而且左边这个阵容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他们如果吉格斯被切了的话，剩下的人输出是不太够的。就算吉格斯前面不被切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阵容的输出也很低。对，上路是一个塞恩啊，中路是个卡米尔，然后打野是个纳尔。其实硬说的话，他们就是慢慢的去堆输出，然后你可能慢慢的磨死人。我感觉这个阵容是那种极具理想化的，就比如说什么老子开车赚2个啊，然后这个时间点配合着什么吉格斯打一波 AOE， 然后青钢影能直接带着加里奥就切到后排。我先来，那个纳尔直接变大拍5个，对，纳尔变大还要拍到，对，拍5个，然后就吉格斯再补5个大。就这种下来的话才会有输出，这难度会有点高啊。他这个是属于把蓝色方的 BP 变成了红色方，后面2手直接给我们来了一手变阵。对，就是一般是红色方才会通过最后2手来一个大变阵的。不过 KPG 这个阵容就是你往后发育没什么压力，因为这把毕竟有吉格斯，然后打到后期的时候，这个塞恩跟纳尔都是有成长空间的。那你得发育住。对。因为红色方这些英雄看上去就不太想跟你发育的样子。现在排位里面塞恩的这个强度是很高的，比赛里面也频频登场。是的，老司机最近算是双端开花的一个英雄。对，我觉得这英雄确实要点手法啊。考验车技，一方面是考验车技，还有一方面前期的对线换血其实很重要。而且这英雄经常容易被虐，所以前期的对线怎么能稳住也是个问题。塞恩我觉得最大一个好处是它可以用来换线吧。对吧？他可以用来换线，一个人去扛2个人的线。灰八狮子狗打野。哇，这上一次玩狮子狗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于灰八来讲，我印象里好像是塞纳还能打 AD 的那会儿啊，很早。当时是拼刺客嘛，中单节加上打野狮子狗。EKG 时期。差不多。很早。那段时间狮子狗是有出的。对。说中路还是小游，现在已经是主播小游了。对，下路再卡线，2级前的卡米尔推阿卡丽的线还是很轻松的，3级之后阿卡丽开始占据优势了。铁到了。上路的安贝萨打塞恩其实挺抽的这个对局，因为已经在抽了。因为塞恩毕竟是一个要蓝的英雄，但安贝萨不用。大唐选择是6组也刷完哦，然后河蟹不要了，去上半区拿河蟹。这个速度看起来，其实两边打野的刷野速度是差不太多的，甚至纳尔还要更领先一些。然后这2英雄现在在这个版本里面都太冷门了，在打野位上相当之冷门啊。但是狮子狗 rank 的登场率还可以，然后纳尔 rank 的登场率其实也还可以，不过不是在打野位上。对，但这样的话上路没线，这纳尔的河蟹没那么好吃啊。狮子狗直接开大来探视野，很细节回拔。这个是已经看到了站在草里的大唐了，对，这一波是直接上来的，配合着公安锤，还打了一个死亡闪现，那大唐前期有点炸了。回拔这里真的太……主要是刚刚纳尔站的那个草里面是有红色方眼位的，因为。我猜心路历程应该是小张知道自己这么压线，对面打野肯定要来，然后刚好打野又刷上来了，那我们莫不如蹲一下吧？你能跳，我也能跳。对，就我觉得，因为刚那个一开始开局的时候啊，红色方是放了一个视野在 F4那边，所以他知道纳尔是蓝开刷下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河蟹狮子狗没有遇到你，就证明你一定是逼得上去吃上河蟹了。是的，所以这波其实狮子狗就是直接配合小张过来，然后。狮子狗先手开大来探你的位置，只要能够把自己的满星的3技能挂到了之后，你一定会死。然后纳尔就炸了，呀！现在是属于闪现也交了，命也没了，双亏。而且给了狮子狗1血，狮狗也是一个要吃优势的英雄，狮子狗也要吃人头啊，别自己的被动。怎么样去面对前期这个打野的小纳尔？再来看一下上一波的回放，他是扫出来了，甚至还在排眼。不过这个位置确实是可以第一时间交闪的，因为他被网住了之后，安贝萨是一定能跟上的。他只有在狮子狗跳他的那一瞬间，把闪现直接交了，我觉得这波才不会死。闪回塔里应该不会死。我觉得只能说他可能没有想到安贝萨还留在线上。好，二人走来上了这一波转完线了之后，双人路站中，安贝萨去下。去下路的话，对的是卡米尔，其实也没压力啊。RV 这2条边线会玩得很舒服，对吧？他们唯一需要忌惮的地方就可能是
在大唐来的时候会带一个加里奥过来。是的，这狮子狗干嘛？1打2了。现在已经开始上嘴脸了，疯狂上嘴脸。哎，完不完？再打1打3了。不过旁边自己的队友来的也很快，大唐这里直接啊被爆死了，被狮子狗一个2技能捆死了。当着队友的面儿把他宰了，这灰八这什么情况？太过分了吧！这旁边还有个人呢。他现在是闪现给了个1技能，发现伤害不够回头了，但是大唐没有拉开他的2技能的那个爆炸的范围，直接被一口爆火给吼死了。嗯，而且他还是在卡着你闪现好的之前又杀了一次。对，纳尔直接爆炸了，彻底爆炸。然后现在这属于3线都没优势啊，都玩不了了已经有点，然后这野区疯狂上嘴脸。准确来说是每条路都在上嘴脸。我这狮子狗一个人打3个也太夸张了。下路防御塔只剩300血。你要说你经济领先个1000、2000，你这样1打3，那我也不说了。看起来这经济顶多领先个500-600。单杀了。车。哎，反手刷了个盾，再撞一下，刷出不灭了。但是没办法呀，这伤害好像不太够。不过被英雄登场给砸死了啊，还好。这波做了一个配合，还让安然9亏了2个兵。这波主要安然9带的是征服者，如果带迅捷步伐的话，熊真反杀了，说不定对。这叠起来伤害有点高啊。其实反手打的这个细节做的很不错了。先把嘲讽给躲开了，躲开了之后吃了一个强能冲拳，然后介尔草跳了2下，然后小张在里面。不过这一波虽然命交掉了，不过塔拿下了，不亏，拿到1塔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我感觉也有点小亏，因为他那个塔只剩300血，其实你稍微磨一磨它就掉了。等到下波兵线来，或者等到下波回家，其实掉值伤有点太想拿了，但是又来了一个狮子狗，交个惩戒，自己身上的被动还没叠出来，刷了个2技能，再给3，把悠悠给捆住，打一套输出就跑。但这波的网只能网到悠悠，所以击梦是可以走的。安然9在上面稍微有点深入啊，转头去切小马了，还把小马的闪给打出来。小马没闪的话，很危险啊！小张这个时候赶过来了，身上是有大招的。安贝萨是有大了，而另外一边灰八已经把小龙拿掉了，正面再跟过来。悠悠和泰戈换了一波血量，但是正面人堆里面的胸针要被打出自己的第2形态了。没打出来。打出来之后看能不能打点输出吧。这个花蜡之后还挺猛的，不过被倒钩拉到了，而且狮子狗进场了，跳到草里，先锋拿掉了。大唐变身形态拍了一个非常好的大招，但是灰八这里被踩住了之后，虽然上了墙，好像还是走不了，被21脚给踢死了。不过这里资源是拿到了。我只能说刚那个先锋拉的位置不是很好啊，有队友的大唐在旁边，刚好那个先锋拉的是往下河道走的位置，狮子狗可以轻松的跳过来。他跳的好像第一时间跳的是个人，然后刚好先锋就在边上，满星顺道拿了。对，满星的1技能再加一个惩戒就直接拿了。这合着给他做了个跳板，这把老司机在前面扛了也足够久的时间。是的，但后面的队友或者说自己的输出位全都被大树的大给困住了。看一下这位置，狮子狗来了，先跳了一下卡米尔，先跳了卡米尔，然后直接刚好发现这个先锋就在脸上。这波还是因为大唐变大了，要不然这团战都不一定能打成这样。第一波2V 是在虽然有损失人头，但是双资源拿下了。对，那现在的整体场面上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是的，3000经济差距，拿到了下1塔，手握先锋。3项出来之后，现在纳尔的刷也会慢慢变快啊。这英雄有点跟永恩是一个路子的，就是你前面可能刷的比较慢，需要出第一件装备，你打到后面，你装备起来之后就还行。小张上面的线不敢出去，然后这河道里面的视野都是空的。但是这波可以出来，狮子狗来了。这不就是姚大也过来保一下？而且我感觉他其实刚刚就是巨剑推得很谨慎，也是有点在演的成分。晕到了九哥什么情况？晕到了没关系，直接扑大唐的脸。但是这波想杀不掉，这肯定杀不掉啊！感觉有点不太。在搞耍，兄弟！但还是走了，这就是塞恩太笨了。
吉格斯还远程给了一个空掉的大招。越过你的加里奥找后排，再锁大招，锁死了。是难飞啊！反身的冲拳虽然冲到了，但是侧面看到魁拔被大唐以及胸针给拦住了，而且身后跟着的小张好像也走不掉。我只能说 RV 这上野有点来搞耍的，就他们两个人是玩帅的，你知道吗？这中路一塔没掉之后，他们有点太想杀小马，对，硬把吉格斯杀了。什么也不是。配合的挺好，这杀其实杀的还是挺顺畅的，挺流畅的。就是逃跑的路线上面发现有人在拦路，对，这逃跑一旦是有一个人拦截，马上就白给。亏嘛是肯定亏了，但是想做的事情呢也做到了。主要是没有回头路，他们只能往下半野区走。对，太不当人了，辅助就在脸上。啊！被老司机锤起来了之后，直接变大唐过来拍墙上了。一巴掌护墙就走不了了呀。其实这种节奏对于 KPG 来说还是能接受的，我只能讲。这前期本来打野都炸穿了，你现在看大唐的经济8300，还是队伍里面最肥的，2-2-3。RV 现在打的不能那么给机会了。因为其实左边这阵容发育到后面，这塞恩的坦度一高起来，右边很难处理啊。前面打的有点太奔放了，稍微收一点节奏。他们可能是考虑到了，因为小马得抓，因为小马这条线，大唐好直接亮了个 TP 过来，顺便压一下线吧，把你的野区反一下。大唐的这个红区应该是看不了了，第一时间先踩了一个挥八，被通牒了，而且自己的血量很低，不过往回走了之后还弹了一个果子，他甚至一丝血，卡米尔很急，走掉了。拍了个空大出来，九哥在里面吸收了非常多的注意力，但是吉格斯还是被九哥给收掉了。这样都死了，这样打下来，感觉这个小龙好像没什么说法。挥八的血量补上来了之后，已经回身开始动龙了，一个漫天飞羽卡在这里，一堆倒钩等待着大家。哇，反身举血，你也在秀啊！小张也在秀，但是人队里面的泰克好像被粘住了之后有点走不掉，交出自己的闪现往后拉。但是小龙已经打掉了。太急了，季梦第一时间把挥八打成了一个死血，好想把这个人头给收掉。怎么办？感觉又有点不妙。就是 RV 好像说，虽然我可以失误，但是你不能。而且这局真的感觉小马要不做个金身吧？这绝对得做。当然现在钱不够。你不早一点把金身做出来的话，还是会被这样去针对。我们说金身加个王冕，还得真得要，因为他现在一个金身都不够。就他现在这个金身用了之后，可能只是防狮子狗的第一波跳，但他这个金身同时会被安倍萨当一个压起身的动作去用。对的，好艰难。我们这边有一个暂停，压力好大。而且我是敢承担一个输出的点位，所以我们目前看下来，他们家打团如果真的打到5v5的团战的话，可能会没有输出。最主要我觉得塞恩在打团的时候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塞恩这个前排比起其他的来说，他是一个纯肉，但是他不一定能保住队友。就他的技能是很难限制到对面这种位移比较多的安倍萨、狮子狗这种英雄的。他是纯冲进去扛，对，他是冲进去打那种乱战，然后所有人这个就他如果后面跟的是一个塞恩后面跟的是一个普通的射手的情况下，他可能能帮你去卡一下位置。当然，如果你像吉格斯这种，然后又考虑到对面是什么阿卡丽，然后又是什么狮子狗、安倍萨，真防不住。可能打到后面塞恩还活着，但队友死完了。就是照顾你。对，尤其你那车被躲了的话。是的。小马，而且小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 KBG 的输出核心，甚至是在之前的配置之下，是的，他也是输出核心。RV 的安仁9选手反映了一个游戏内的问题，裁判与技术人员正在对该问题进行检测和查证，请大家稍作等待，比赛将会在稍后恢复。上波没把狮子狗杀掉，其实季梦那波很伤啊，很伤。主要是那个狮子狗的血量已经见底了。对，我们甚至连那个条形码一点都见不到。我印象里面应该是被挂了一个点火还是什么的，就当时就真的是一滴血，或者说那个是重伤的血条，就总之挥八是回血有点回不太上来。然后季梦往上踹上去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当时是可能2技能马上就要摸到人了，
然后差一个闪现的那个距离，刚好要交闪的那个身位的时候，刚好被 Tech 的2技能给捆到了。对，然后闪现交不出来，导致后面季梦只能用自己的闪现拉回到自己的队伍的阵型里面去。然后回拔最后还，关键是他回去扫了一圈野怪，把血补上来了之后，还去把龙打了，还把龙打了。现在是 team 排龙啊，已经2条了。对，我们现在就补水时间。啊。对吧？压力有点大呀。KBG 这个阵容，只能等着对面给机会。但是能给到啥机会呢？就像前面这种嘛，前面这种是月中的那种。对，其实像上一波的时候，如果上一波也是，上一波如果第一时间把那个狮子狗给处理掉的话，这波龙团就有了。啥情况？我们现在在等待。好，马上回来了。OK。这样暂停，小兵是推不了塔的亲，因为小兵也是停住的。我们是纯的暂停。对，小兵也需要补水。经济落后了5000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当然，这把的龙魂压力依旧很大。没错，跟上把一样，就是感觉 RB 这里一直以来这控龙的节奏都控的是非常，而且还是红色方的2小龙。主要还是2条边线太舒服了，2条边线一直能出去。对，我们是可以看得到弹幕的，才发现吗？纳尔马上发育到13级了。瞧，这把吉格斯不像那种常规对局里面的吉格斯，正常来说他对到霞的时候，一般那种推线是推得很凶的，对的，推过河道的。这把是因为对面这个他根本不敢出塔呀，对他不敢出这个塔，而且他们在中塔没掉的情况下，野区已经被入侵了3次了。是的。阿卡丽给上路一点压力，但吉格斯这里可以及时补大招过来。哎，下路什么情况啊？回拔！哎，这你看，这逮到一个不老实的。青阳影身上还有大妈，但小张想走是可以走的，不过这波阿威好像还想继续去接。想接的话感觉可以啊，但旁边的阿梅萨已经过来了。这波是一个3打5认真的吗？打了一套之后伤害有点不太够，交出了半天飞羽，吉格斯的1技能给到的伤害稍微消耗了一下对面的前排，但是塔下这个小张要被断了。这个想回是有点问题了。这塞恩直接画蜡给你扛就行了，还不会死。不是，这波是。在干什么？八哥为什么3个人会接5个人？八哥想点子了，八哥，经典老番开始了。就是八哥这波阵亡，我们没看到就不做评价了。但问题是剩下3个人接5个人，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剩下3个人想验验实力，没有八哥我们一样能过得很好。看一下什么情况啊？看一下，先看一下八哥。哦，直接最后通牒躲完了之后，还是一个变大纳尔反身拍了。不过这波确实八哥先动的手。这波八哥是开大了之后，以为只有季梦一个人在，没有想到旁边蹲了一个纳尔，没有视野的，因为他的那个被动只能看到1个人。但是这波是在视野里的，这波纯想动手，只能说安人有在。哎，上路又找到了小张，这里也被青钢鹰给做掉啊！捷报频传，也红起来了。Barry 现在目前伤害不太够，大龙过来跳了一下。八哥要倒的话，大龙没了。但这个塞恩有点厉害，这塞恩这1技能翘起了好多个，旁边的霞也倒了。阿卡丽别走了吧，带高地啊！啊，全送完了，全送完了，这波大龙也没了。严谨一点是2波，确实是2波。元素亚龙登场。然后这2波给 DAT 玩的好舒服啊！一下子把自己的经济全补回来了。哟，翻过来了，这个是什么情况？兄弟，1打4了，干嘛的？绝不屠活。这季梦都给多了，来了一个3闪。说实话，这2波想破头也有点想不明白，还自己断一下自己的龙魂节奏啊！大哥，你在干什么呀？这太夸张了，太夸张了。龙魂节奏、大龙节奏，全美。自己的阵容还没什么后期。
KBG 果然是打满的神啊！克制安人9是吧？这感觉有了呀。纳尔一下子经济反超了，来到领先1800。对的，前面纳尔在2-2-3的时候还落后一些。上路想抓塞恩，把塞恩给先杀掉。闪现挡车，挡完了之后是把胸针杀掉了。但杀完了之后，回家还能守吗 ？Barry 这把会玩的非常难受，因为他的手太短了。是的，队友经常就是跳进去的时候他跟不上。过来拍 ，tag 留住，喂，这波越塔逮住了，但是反身有点危险啊！这波越塔人都来了，先捆住了前面的2个人，加里奥没吃到，开金身，开金身，加里奥再给个大招，交闪现，然后再回来，再切进去，差一点点，还有一丝血没有被切死，差一下被动啊！这一下被动 A 出来，小马就会被安人9杀掉。是不是在等自己的大招啊？大招应该快好了。先举没举到，但是还想再接着留人。不过对面有强化回城啊，这波应该是留不太住。哎，开大了，狮子狗，有跳的角度吗？只剩一个大唐，大唐没跳到了，闪，再跳，啊，有金身，杀不死。大树先帮忙挡一下，灰八这波好像2个都走不掉，发狂了，经典。这属于就是开着给自己开没了呀。你每波都这么玩，很难评价，不能这样的呀。就他是属于大招一好就开大招过来给点压力，对吧？前面2波这样玩，对面明显没什么防备，你后面再这样玩的话，其实都后面是的，跟人蹲着了，而且每次都能给纳尔捞到头。要一波了呀，再这样。好像我感觉这把本身现在也是要一波快了，已经快了。直接点击 B 就行了。安人9想断一下线，那后面的线还有破线者。塞恩把线处理一下，炸弹再弹走了 Barry。安人9进去把线给清掉，顺便刷了一波伤害再出来，保留了一丝机会。但是刚才那2波打完了之后，他们现在打团是不好打了，已经。得看一下 Barry 的装备了，因为现在右边其实有点缺伤害了。主要现在打到大后期了，这塞恩发育起来了，被动应该有个1000层了。这个时间点的塞恩应该有个1000多层了，合理的。这波其实越的挺危险的，大树的大的角度没有大到加里奥。本来这波如果加里奥也大掉的话，其实 KBG 会爆炸。这好在是后面加里奥没被大到之后，大招也放出来了。差了一丝血没把吉格斯给收下，这波确实也很极限啊，这波。极限锁住了。纳尔把自己的复活甲给打了出来。直接开捆，找小马，后面要切小马了，小马交出自己的双招往后走，但229过来第一时间瞄准了大唐，先卡一下对面的野辅的位置，狮子狗倒了，胸针这里被划了，但后续229还有个闪现拉开，但反手再刷个技能，阿卡丽倒了，229这里没有站到最后，打不了了。大唐推了2个人，但是没推到墙上，第一时间先把霞给拍到了，旁边金刚影的一脚是直接收掉了这个霞，一波了。一波了！他们前面的视角全部都是集中在吉格斯身上的，但是你没切掉，这波团就确实势必是打不了了。只能说，第一波切完之后啊，后面去限制到吉格斯的人，其实只有一个阿卡丽。对的。那在20分钟的时间，鏖战出了30多个人头啊，最终由 KBG 成功拿下，战成了一个1比1的平手。这把就是那波暂停回来了之后，感觉换了个队一样啊，真的很夸张。搞耍，9哥给兄弟送温暖来了。很奇怪啊。说 KBG 确实是拉满的神。对，但我觉得实话实说，就是最奇怪的还是那一波。我可以理解灰八上，因为他不知道槽里面有一个就是纳尔在等他。那波既然灰八已经倒了的话，正面赶过来的下路双人组，他们为什么要配合着明明已经逃走了的安倍萨去打对面的5个人？就那个时候3打5是绝对理解不了，那个是绝对没有一点理解空间的。对，就即便是如果你优势很大的情况下，那种时候你4打5操作一下就都能理解，3打5确实有点没道理了。反正本来以为是好局，然后中间一波
败了之后就开始节节败退，只能说还是会为自己这种比较冲动的玩法付出代价吧。这一分，就是我觉得输的也不是很冤，就确实打得太上头了，太上头了。RV 这支队伍一直以来，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很容易在优势局里面就上头，就开送，对吧？对的，确实这个是他们一直以来需要去改的毛病。现在压力给到微博 gaming 了。微博 gaming 说，哎，不对呀，这局势，我以为稳稳拿下了，我以为稳稳拿下一个跟 KBG 的2分分差啊，然后结果现在发现 RV 输了一局之后，形势有点待定了。对，不太敢确定自己能不能晋级了。是的，毕竟对于 KBG 来说，这一场如果拿下的话，它是一个5-6的积分，对吧？然后这样其实对于微博来讲，它后面可能还会有被翻的可能性。所以这一场不仅关联着 KBG， 也关联着微博 gaming。对，好看了。大家是目前来说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后面是需要对于 KBG 来说，这最后一把一定要是尽全力啊！就他们现在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如果说这一场没有拿下的情况下，其实基本上也跟这个季后赛没有太大缘分了。是的。RV 目前的积分情况是比较稳健的。7-3，即便是这场输了，可能是7-4，但是他前4肯定是有的呀。对，前4肯定是有的，因为排在后面，微博的胜场目前来说是6分，所以他们其实还是有不错的容错机会。来看一下赛后数据面板，这把打的也挺久的，20分钟08秒，输出最高的是小张的安贝萨，不过这把吉格斯，因为我们说有吉格斯的局，基本上都是吉格斯输出最高嘛。对，这把他的输出不是最高，情有可原，因为对面的人一直在针对他。这把已经是相当尽力了，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分差，其实这个经济曲线图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在12分钟多的时候，这个经济差已经拉开到6000多了，然后就莫名其妙开始一波接着一波。只能说这把 RV 前期上野的优势实在太大了，给自己玩的有点昏头了。我觉得在手游里面是真的很难接受，中期的那种被团灭的情况出现。是的。金梦的青钢影拿下了本局的 MVP， 赛事 OB 的那一票是给到的打野，剩下赛事裁判和俱乐部给到的是中单。6-2-13-24的伤害占比，83的参团率，伤转192%。这把金梦玩的肯定是没毛病的。然后前面大唐好多波，其实说实在话，前面劣势最大的就是大唐。对的，但是后面大唐确实也挺 C 的。对，这后面其实几波蹲都蹲得很不错。而且下路那一波啊，就是那个3打5之前的那个夜晚，我是觉得季梦那一波其实演戏演挺真的。就他看到狮子狗开大的时候，他一直在跑，一直在跑，一直在跑，对，一下都没带回的。然后给着灰八一种我后面一定没人的那种感觉，然后灰八就看到你这样子，我就不停的追，直接上套了。而且他们的阵容本身就是滚雪球的阵容，想想前期其实虽然这波资源团的团战，他们没有拿到人头的优势，但是双资源拿到了，而且第2条小龙也拿到了，包括那一波团战，狮子狗也丝血锁住，一切对于他们来讲都是特别好的进程。这里前面2波资源团的时候，虽然说没有资源的进账啊，不过让大唐在前面把自己丢掉的发育补回来，好收了点人头。这波开始就不对劲了，这波开始就塞恩解决不掉了。对的。最后一波已经是有点极限了，这庄刺客的进场，把小马的这个位置给下到了很后面。但是小马，该说不说，他是真的会找输出位置，就即便是被这么多人切的情况下，你看最后这安倍萨，还有虚弱在等待着，安倍萨还来个突施冷箭，来个1闪，但即便这么高压的情况下，吉格斯还是保证了自己的存活。没错。来吧，那我们也期待一下最终的一个 BO1。对，1比1打平了，有点没想到，说实话，主要是第2局前期的2V 优势是真的有点大的。这第2把感觉伤害比第1把还要恐怖。前面上野起飞了，而且这俩人都是属于那种伤害只要装备起来的时候不讲道理的那种。对的。再加上给对面的后排确实带来的打击比较大，当然也有一点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金身对于吉格斯来讲，如果说你出出来的话，可能在那一波里面你至少是能起到作用。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大龙推进的那一波，还是后面被追击的那一波，2次的金身其实都起到了效果。是的，我们也是得到消息啊，RV 在下一把选择到了蓝色方，
其实我觉得说回金身那个，就是我们当时觉得他需要出金身的时候，其实吉格斯这英雄还是需要补装备的。我有留意到，当时我们在考虑要出金身的时候，他刚刚应该是把帽子那个时间点刚好打出来，所以其实金身其实是比较拖他的这个发育节奏的。这把前面因为这个双刺客，包括这个安倍萨，对吧？给的压力有点大，所以前面一直没有个特别好的推线的线权。所以这把其实吉格斯是没有怎么摸到过塔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 RV 这中间在没有推到对面中路1塔的情况下，你绕着对面2塔打，其实还是送了很大一波。是，对面补回来不少，这本来前面玩不了了，对面都已经。哎，只能说下一把的时候冷静一点吧，冷静一点吧，先把自己的这个上头的情绪给调整回来。这把主要是输的有点难受啊。然后对于 KPG 来说的话，看能不能把握机会，让1追2。对，这对面已经给你机会了。对啊，这肯定是要把这个机会自己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因为我觉得，从去年开始，我们这几次的比赛 ，KPG 往往都是有点怎么说呢？哎，有点可惜，就是他们一直会卡在这个季后赛的边缘。然后都是前面比较就是没状态，然后打着慢慢状态找回来了，但是后面时间不够了啊。对，就 KPG 一直以来都很慢热。对，所以我觉得确实是现在看起来，目前看起来啊，这可能今年是这个机会最大的一次，真的。就目前的这个状态来讲的话，至少这一仗如果说真的能拿下的话，那自己就还有机会往前走。如果说能赢的话，回去给请九哥吃顿好的啊！哈哈，兄弟，这九哥主要上一把玩的确实打到后面有点没声音了也对吧？上面 RV 几个哥们都在送啊，这除了下路2哥们是稳定在发挥以外，其他的3个人上把拿到优势之后，其实都有点不太冷静。很少看到灰八这么不冷静。但灰八，但这个英雄也有可能是英雄特质问题吧？对，玩狮子狗是会有这种。你可能没有办法判断到你跳的人旁边是不是，如果突然冲出来一个人，你会变成那个突破口。对，他需要考虑一定的方位。就狮子狗的话，你如果说刚刚是离那个纳尔更近，就往下稍微走一点，你可以探到那个纳尔。你可以看到2个人，就是轮流看到2个人的视野啊。当然，我觉得在那一刻肯定也想不到那么多的这种考虑吧。而且我觉得第一时间局也没局到，就是你跳进去的时候局也没局到。第一时间刚跳进去的时候，应该是卡米尔直接反手踩大了。最后一把 BP 很关键啊。对于 KPG 来说，这个 BP 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对于 RV 这支队伍来说，他的选手的英雄池我是完全不担心的。就他们的选手会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个个都是那种。玩那种野路子的，对吧？这战士的中单，对，然后英雄海的打野。保不齐等会儿给你来把剑姬，这剑姬3路还能摇，合理。大唐怎么说 ？C 一把。大唐在考虑玩什么英雄？这个版本确实，我觉得对于大唐来讲，好像能玩的英雄并不多。他之前最擅长的，比如说螳螂、魏和慎，魏是一直在被 ban 的，对，然后慎是玩不了的。螳螂是，版本不够强。慎这个在上个版本的时候其实加强了一点点，但是 KPG 也拿出来用过，发现完全没用，完全没用，不是现在的节奏啊，现在这个版本。而且慎的节奏有点太好猜了，就是你只要防着边线不跟你打架就行了。没错。那个时期大家的边线都还是什么鳄鱼啊、诺手啊这种英雄。就还是好抓的，现在就看到你出胜了之后，我边路摆个什么阿卡丽，摆个什么格温，甚至我摆个塞恩，其实都不怕你的胜。就你这种硬跟我提节奏的时候，我边线在转，同时我下路一个人能扛住。看这一局吧，也是打到决赛圈了，别困啊！对啊，这个时候不能困啊！赛前的好，蓝丝王的1选，盲僧开出来了，直接由2V 的灰八拿到啊！灰八的盲僧，这是老招牌了。而且现在没了魏，基本上这个野区也没有什么好打盲僧的英雄。胸针选手未选择到需要的英雄，也就是刚刚的那个沃里克的位置。并在对手英雄锁定前向裁判进行了报备说明，并提出了正确的英雄。
经裁判组判定重开 BP， 维持 KPG 胸针选手之前已经完成的 BP 结果。这个赛季看起来的话，其实 K 胜在外面的，好像没有那种特别主动的打野。豹女连回来了。哦，对，我们把豹女给忘了，前面一直在被ban，然后这把开出来了。对，但是豹女打BP 切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挺拼的，这感觉只能拼前面，就是跟你硬拼肌肉了。一抓，真的有炼金的情况下，其实跟上马的阵容一样，很容易给机会。那就纯看对线了。刀疤选杰斯的话，感觉就是小张这对线要上点压力，每把上来都先亮一下这蝎子。哎，其实大家都挺想看蝎子的，但是每次亮完了之后又不选。对，就扫兴。蝎子加女枪其实是有 combo 的，瑞尔是最直接的。瑞尔是好的啊。艾希靠着艾希加上炼金去打节奏。我觉得挺好的。这把选艾希的话，其实有办法去辐射一下上路，给这个杰斯上压力。没错，而且他们是那种找机会能力比较强的阵容，就可能唯一的问题是能够配合亚索去击飞的点位比较少，也没有那种9桶的特别直接的配合。对，这把就是对于 KPG 来讲，所有的节奏靠下路双人组去带。寒冰给剑，然后炼金给杯，只要亚索在的那条路直接上大招，还是能上点压力的。下路2个相当于是节奏的发起点。对，然后把豹女养肥了之后，豹女可以去给到线上的人压力。也是一样的，就是双人加打野吧。RV 这个阵容就挺看对线了，就看自己的对线手法了。一方面是小张的杰斯，这英雄如果对线打得好的情况下，中期确实可以靠着自己的装备领先，在打团的时候创造很多团前的优势。当然，我觉得最大就是一个弊端，没有什么容错。而且这把他们打团的理想效果不一定打得出来，因为女枪的大招会被亚索的风墙吃掉啊。BO3 的第3局，看上去阵容确实会觉得有一点点怪，但是也正常，没啥英雄可以玩了。但我觉得从野区的对位上面来说，第3把还能选到盲僧打豹女，其实让两边都比较能接受了。两边1比1的平手，这把也将决定就是 KPG 和 vivo Gaming 的分数会不会继续咬得那么紧啊 ？OK， 来到我们的召唤师峡谷当中，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对局。这把大唐的上野区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上路这狗熊前面对到小张的杰斯压力还是很大的，这豹女很容易在前期被盲僧入野区。是的，前面1打1的话，野区的对位上面豹女还是很难受的。中间直接选择在旁边开始闻经验。1技可以凶一下，小张过来直接卡线，背没有背到塔里。这反手的一个万箭齐发打的效果很好啊，2个人吃到了。但辅助是一个炼金，前期也不会打得特别主动。我们是可以看到弹幕的，但是我们也不会一直看，就是偶尔看一下。豹女蓝刷完之后往上走。第1条刷个火龙，这把按理来说第3局一般前期都会打得比较稳健，但是这一局他们选择的阵容可能前期要稍微拼一下，而且我觉得辉八应该是带着气在打的，他上把打到后面应该挺不爽的。辉八这里的刷野路线是挺奇特的哦，他是4组下来直接下河道了，想要去争这个河蟹，中路正好也有线。哎，上路，哎，这看一下惩吗？好像没惩到。这样让大唐把这个河蟹给拿了。前期的野区交锋上面来讲的话，就已经有点火药味了。这波感觉上路跟打野没沟通啊 ，RV 这里，小张前面一直在压线的，但是这一波是一个回推线的情况下，小张回去吃果子了，然后吃果子的同时给了狗熊一个直接过来靠打野的机会，然后这河蟹被盲僧，哎，这一炮打得很痛，但是有点在勾引。小张交出自己的闪现，但是大唐跟上去了之后，这里好像还是有点难走啊。拿到了1血，还没5级，辉八想回身去反收，结果又吃了1镖。这波大唐已经收到了5级，再扑上去，人头再拿1个，而且跟过来的兰博大招也没有办法
替自己的队友收下一颗人头。这哇，这一波打完了之后有点炸裂，上野的人头直接被对面豹女拿了一个2-0的开局，这在干啥呢？太恐怖了。不是感觉两个人不交流了，有点。这是刚刚就 KBG 好像非常有机会拿下的一局了。对，因为这个开局很梦幻。我们都知道，豹女和盲僧这两个英雄同时出现的时候，就看谁在前期更顺一些。而下路这个河蟹的争夺，对于灰八来讲，因为等级有落后，也丧失了这个争夺权，这样直接让豹女前面2个人头加双河蟹开局。经济上面现在就已经拉开到了打野单点位的1000了。然后小张这里，哎，我觉得就是这种线应该直接走的呀。前面第一波河蟹亏了，然后灰八必须得回去刷自己的魔爪蛙了。大唐直接走过来，因为他刚好河蟹刷完他没事干呀。上路正好来看一眼，小张这个时候不走就绝对被抓。野区1打1，躲了一镖，艾希来了一剑，这剑很关键。灰八定在原地，悠悠也来了。天音波虽然中了，但大唐伤害够吗？吸涌过来吸一下，豹女这里被盲僧收掉了人头，但是小马也反收了一个。对，同时小马把这个双 buff 直接给继承了。组装。灰八也知道再接着跟你刷是会被你豹女给刷开差距的，所以选择直接在野区找你1v1。小马这个艾希站到中路了之后，他的鹰击长空可以更多的去探到上下半区的视野。是的。这样也可以帮助自己的队友去起节奏，然后靠着自己的大招一波一波来。金梦的亚索在下路被烧的有一点点难受啊。亚索打兰博这前面没太多说法。我以为反向风墙，但挡到了。挡到了。但是还有下一波，不过炼金来了，可以踹。这波还是想上。挂了一个虚弱，拦了一手。兰博撒个大招去救一下灰八，一丝血。2人9这里一丝血守住，豹女还在围绕着上半区去做事情。灰八这里怎么感觉要被断一下回城啊？还行，走掉了。刚扛打扛的有点痛。看一下艾希的大招，现在是 CD 好了的状态，随时等待着下一发剑。对他可以在目前这个时间再用一次大招，因为下个资源团前还可以赚好。但是现在这个留给他的窗口期并不多了，大概十几秒的时间。9级打8级，小张这里对胸针的单线压制的还是比较好的。灰八直接来了，闪现给一脚，艾希的剑在后面，剑来啊！但是狗熊已经倒了，狗熊但是有一镖啊，这里豹女的伤害已经够了。这个在推进的过程当中，确实你防不胜防。是的。然后上波把自己的闪现用了，也来不及反应了。其实经济上现在差的真不多，但是感觉小马站到中路了之后 ，KBG 的主动权其实会大很多，尤其是豹女前期发育又好。如果上一波胸针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把大招开起来的话，其实这波狗熊都有机会不死。就等到艾希那个剑支援过来，其实狗熊还有可能活得下来。是的，资源刷了，豹女选择在野区先找到了灰八的位置，而现在的动向 KBG 是选择往上半区去靠，还是想打起5个人团战，一闪接大招反向吸，把悠悠给吸回来。但这波开完之后，只是逼出了炼金的一个大招啊，啥也干不了。瑞尔直接这一波丧失了自己的开大的权利。悠悠身上贴着一个天音波，但是背回来的是一个瑞尔，直接配合着亚索接大，伤害不太够。炼金反倒是被秒掉了。悠悠这波自己走进去了啊，这波开的感觉稍微有点急啊，而且开的是辅助。其实 tag 第一波是相当于没有什么开到什么没开到什么效果的。但不过现在 RP 上野还是把自己的场子给找回来了。灰八打得很主动，天音波挂到了，反手用2技能去躲掉了一个艾希的剑。但是大唐比较好的发育的一个情况下，盲僧也不敢去接自己的第2脚。而且小张在前期上野一波2v2差点炸穿的情况之下，依然是比较顺利的推掉了上塔。现在主要是杰斯还是有手法的，上路1打1的优势很大。没错。那小龙怎么说？要过来争一下吧，感觉。但我觉得像 KBG 打团打不过。但是他们
这样有点浪费前期好不容易攒下来的一点点优势了。现在经济上呢，甚至已经有点落后了。这属于前面对面给到机会，然后你把握住了，但是对线没打过，也没办法。这对线也确实不好打。炼金在夺回城，那真不看了吗？主要我觉得他们现在回了，确实那不打算看了，不打算看了。对于 KBG 来说，他们还是需要靠着艾希的剑跟这个炼金的洞啊，去找机会在边线上面。不过这把的阵容跟上一局不一样，发育到后面没什么机会。对他不是说你发育到后期你的阵容比对面值钱，发育到后面这感觉只能看大唐操作了。看这个豹女的标准不准了。还好大唐确实是足够肥的。炼金已经来下路蹲好了，而且刚好面对到的是小张这条线。泰克也很懂，直接在后面就等好。感觉艾希马上就要出现了。哎，上路的盲僧跟狗熊打了个照面，想保着兰博把线给推过去。推过去了之后，应该要来中路集合了。是的，中塔现在还剩下一千血，天一波中了之后直接叫先锋，而且这样狗熊回不到中塔了呀。狗熊被赶走了，直接。这刚刚挥发的动向就是想把狗熊给赶到上半区去，这样我可以对你中路施压。但是秒解掉了。水银做的很早，对上有艾希的时候。野区里面目前还没刷新东西，但这也是拿到艾希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你水银做完了之后，开疾跑，开闪现过来，直接要去保卫吧。但是你这个进来的口子直接被兰博封了一个大招，现在其实 KBG 进退两难。就主要大唐第一时间被烤得有点惨。那个伤害又被挂到盲僧的一技能，不太敢去追。RV 还是靠着自己的个人实力啊，在每条线上面都找到了很大的线权优势。看似天崩开局，实则慢慢把节奏找回来了。而且现在在打野的单点位上面，盲僧的经济居然持平。对，持平，难以置信。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野怪的差距。你看这下面的经济面板就是两边不停的0.1在动。这很夸张啊！灰八的补发育能力还是太恐怖了，他太会反野了，他不停的会在豹女的这个野区里面找东西回来吃，在豹女野区里蹦迪。而且这个时间点真的打起架来，豹女肯定是没有盲僧猛的。这豹女现在只能是慢慢往后拖到盲僧开始慢慢走下坡路的时候，然后豹女在打团前的这个 poke 优势才会体现出来。不过左边的阵容1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太猛了吧！我感觉你想等到他的下坡路，有可能要把这把等完。对，这左边只要靠瑞尔开起来就行了。是的，悠悠有点等不住了，想要守一下自己的蓝，没守住，反身一吸，直接逼出了闪现。但是炼金被吸到之后有点不太怕。狗熊大招砸空了，豹女的标中了，哇，这一扑下来直接扑死了。小张在旁边，这个位置稍微被卡一下，风墙挡了一个天音波。悠悠又开始启动，想要去背，但是灰八直接灵活的交出自己的闪现上墙了。但是炼金给的压力确实有点大。一波接一波。刚要是有个闪现的话，这灰八应该是已经凿了。围绕着下塔进行一波推进，刚刚这波团也是在狙击的过程当中尝到了一些甜头。对，但 KBG 就是打赢了团之后，好像拿不到什么资源，也推不了塔，这是他们现在硬伤的地方。3条线的外塔都在场上，这也确实。但是两边差的经济，如果说你能推掉2个塔的话，其实会掰回来很多。是，差的应该就是这个纯塔钱啊。小龙吧，小龙还有40秒刷新了。打团1打1，打团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去 KBG 需要规避 RV 的第一波的。RV 的第一波，这个兰博加上女枪加上瑞尔的第一波爆发是会非常恐怖。一波 AOE 叠到一起，有点恐怖。这把兰博还出的是纯输出装，还带着先攻，伤害会很高，合理。毕竟要打中期，他们力求的是尽可能在差不多16、17分钟左右的时间结束这局游戏。对，现在确实也在中期稳住了。这波先开瑞尔，还是瑞尔。波瑞尔不是个事儿啊。也没办法，拿疾跑去换一下瑞尔的技能吧。
我没换掉啥，瑞尔还有一个反开的空间，因为状态特别好，目前还是一个完美的状态。但是河道的位置被卡住了，第一时间先大了一下 Tech， 打的也是 Tech， 那就无效开团。反手再戳一下，但中路的话，有一个被拦住的胸针跟他们1打1打起来了。小张选择直接掉头过去，要逼一下狗神的位置，龙已经先被暴女给拿了下来，兰博大招撒的非常的好，大唐也没血了，也是残血，胸针、季梦、大唐往3个方向在走。那这样可以有机会去大龙啊，对于 RB 来说。不过现在是野辅的一个互换。哦，这样灰八倒了，没什么机会，等下一波吧。对的。这个龙暴女能控下来，其实是给右边缓了一大口啊，没有龙魂的压力了。但是该说不说，刚才泰克吃了3波开团。他吃了开团前的所有技能，炼金的杯、艾希的剑，没什么人能背了。然后配合亚索这波还吃了一个大招，但是他依然吸完了之后，自己还保持着一个可以随时退出的状态。他这波吸的还很细，他选择把亚索吸到那个兰博大上来烤他2下。毕竟输出流兰博。对，就差点把兰博给差点把这个亚索给烤死了。现在的经济优势维持在4000多块，没有继续去扩大了。大唐有1000块钱的领先，但自己身上还没出保命装。这3件套的豹女其实伤害是很高的。女枪这把出穿甲流的话，这个时间点的伤害也很夸张，而且对面没有传统的前排。灰八的视野已经漏了，反了一组豹女的石头人，魔爪蛙，这样还是想对这个大龙去占占视野啊。就 RV 他们现在的所有想法是，只要把中路线推过去，挤到野区的视野里面，我可以靠着瑞尔的强开去跟你强行打起来。而 KVG 会对这个大龙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其实现在这个艾希中路抢线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往前压的时候要小心杰斯的 poke， 以及正面的话，炼金的位置是不是不要从正面进？我感觉他从正面开的话，基本上还是只能开到瑞尔。这位置要被抓了。旁边有一个豹女在蹲伏，不过豹女这波好像也得走。对，人有点多，艾希来了一剑，被控制抵消了，而且又控到的是一个泰克，开完了之后2个人全都要死。杰斯好取2个人头。艾希的剑直接被 Tech 的2技能做了一个控制抵消，而且那一剑就算是中了，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现在右边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伤害。大龙已经在动了 ，KPG 这里现在是没有上野的，看不了，只能直接撤。那这一波把大龙拿到了之后，节奏应该要开始碾压着往前进了。刚如果下面是2打2的话，这艾希来了一剑，其实有机会能打赢。3个人就没机会了。你看，当 RV 在拿到了优势之后，野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对面的野给扫光。这波也是，其实我感觉大唐的第一反应是对的，他第一反应是想走，肯定得走，但是他看队友走不掉了之后，他也回头了。他如果直接走的话，感觉卖一个还有点机会，还是有点想救队友吧，他想给队友奶一口之类的。这豹女确实帮不上什么忙，对面要来追人的时候，而且他刚刚是一个大赏金啊，5-1的人头。2-4的盲僧跟他的经济一直是持平的，但是上路单点已经差了4000多，而且这波又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团战，女枪扫满了一个大，八哥盲僧单一闪，什么情况？哇，这艾希突然收获2个头，16分钟又来一波吗？但是这个时间点其实。资源上来讲的话，只有一个，就是2边都已经拿到1条小龙之后的第3条小龙，对场面的影响没那么大。而且这条龙没那么好拿，因为大龙 buff 一直在给你边线施压。如果你要拿这个小龙的话，其实上路一直会被小张推。不过好像还是想去动一下，能不能提一个边塔呢？这边塔是下路得压的。然后上至少补一点经济回来。是的，然后上路的话也必须得去有一个人防守。但是说实话，这波有点不懂，因为是蓝色方的 buff 推进节奏，然后直接自己八哥又同意了，自己断到了自己的手里。八哥又来整这种效果，真的是啊。这跟上一把中间的节奏是一样的，但是这种节奏对于他们现在的优势来说，它有一波是没关系的。对。
还好你这一波是有大龙 buff 的那一波，所以并不会影响什么。对了，来一剑，能跟上吗？好像速度差了一点。小张一直捏着这个水银的，就看有没有危险。对，没有危险就不用了。是的，把你这个艾希大招时间拖过去就好了。右边等我打起团来，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伤害。豹女在打团的时候，输出能力是不会很稳定的。然后这把艾希跟亚索的伤害是得属于那种慢慢刮。现在小马的装备还可以啊，4件套再加一个隐刃。哎呦，好痛！烤了一套悠悠，直接半条血没了。得测试一下，等我这个寒冰打团的时候有没有输出了。我觉得正常来讲，这4件套其实输出应该不会低，应该还可以。但应该还可以。对，主要我们考虑到寒冰这英雄是横向对比其他的 AD， 其他 AD 这个时候4件套应该属于那种爆炸输出接管比赛了。对，但他现在只能用还可以来形容。对。而且小马这把非常需要有个保命装啊，他不能被瑞尔开到，也甚至不能吃到兰博一点减速。他的站位应该很难被瑞尔的吸到。我觉得是至少。哎，兰博大招已经撒出去了，直接想要去留住2个。不过正面有一开金针的亚索，在第一时间，金针接住之后这吸满了，什么情况？全被吸过去了。这波要是有狂风，是不是就活了？你看，这就真的是狂风得需要啊！这刚刚应该就差了点钱。但是那个站的是不是也离那个开金针的亚索太近了呀？他不 A 就行了，他不 A 刚刚就不会被吸到急涌上面。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又提要结束了呀！19分钟的时间，上路的兵线也推过来，虽然中路被清掉了，但是上路这俩兄弟怎么守塔呀？有2车，中路的兵线下一波也来了，直接拆就可以了。但是拆之前还是把悠悠给击杀掉了。那最后2位依然是有惊无险，2比1赢下了这一场 BO3，拿下了自己的第8个胜场，戛然而止。本来以为那一波大龙推进的时候，中间出的一些意外情况会让这局再续一点时间，但是并没有。对，我觉得 KBG 真的是最后那一根弦没绷住啊，就是他们会觉得瑞尔来闪现开你之类的，会给寒冰造成一定的这个空间上的阻碍，但是没有考虑到是兰博先手撒大招给你减速的时候，再过来去开你。我觉得真的是最后那个鞋子没附魔有点伏笔了。鞋子那波如果附魔出来的话，应该不会被瑞尔吸到急涌里面，就不会被女枪大给吸满。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家劣势太大了，然后当时那种情况的话，他觉得自己站位稍微好一点，先把这个4件套出了，然后我再去附魔。一定是这个时候先把4件套出了，因为当时刚刚先看到在这波兰博撒大之后的那一瞬间啊，寒冰点了一下那个伤害，其实安然9已经扛不住了。对，寒冰现在伤害是很高的，但问题就是在于你这个时候少了一件附魔装备之后，女枪跟瑞尔的那波大招你还是很难防。他有点想去保一下亚索起身的位置，但是忽略了瑞尔直接进来开一波，配合女枪大招那个瞬间的爆炸伤害。对，就我觉得这波想的有点太少了，这波还是有点贪平 A 了。刚不 A 直接走的话，回去应该是有钱出附魔了，因为他刚刚这个4件套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挂了1分钟了，就回去吃点自己的经济和野怪，应该就已经能去附魔这个500出来了。我看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咱们这职业怎么回事？说实话，今天的比赛失误确实整体来讲5局看下来都有点多。对，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常态，只是今天可能各支队伍的状态不太好。而且今天玩感觉大家玩都有点上头。确实，一方面是我觉得对于 RV 来说的话，选到的阵容确实也容易上脾气。然后还有一个就 KBG 这里的话，他们是属于今天确实没办法，我觉得硬实力上面有点打不过。你像这把已经是送的天胡开局了。对啊，我是感觉他们的那个开局，包括后面的盲僧的节奏，好像就是前面是盲僧领先豹女的人头等级，然后以及就是上路可能这个杰斯也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对，这后面杰斯是纯1打1打回来的。然后其实盲僧也没怎么过来看，然后再到后面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狗熊一个人在塔亚瑟发动，盲僧过来直接一脚越了，寒冰过来支援那个大招，其实狗熊也没来得及把自己的大招给开出来去做一个控制抵消。对的，那波要是控制抵消打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中期的局面会不一样，因为狗熊上面不至于这么崩。我们今天的比赛2场 BO3是已经打完了，就是大家看的话可以记一下，我们是周52场 BO3，然后周6周日是3场 BO3。今天这也是第2场，打了一个2比1，19分14秒结束的这一局，
最大的问题吧，我觉得这把看下来，对于 KPG 来说，还是 BP 上面劣势太大了。打到第3局有点没英雄用了，能明显感觉到季梦这把是属于没这个人，就纯掉线了。纯掉线了，对这个亚索的作用基本上是没怎么发挥出来。是的，不过前面也说了，因为这一局能够配合他的人也比较少。我们之前说比赛里面，其实敢选亚索的首先不是特别多，然后大部分选出来的亚索也都是用酒桶来一起做配合。就是打到第3把的时候，酒桶已经早就被使用过了。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吧，在他这3楼出亚索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其实对于 KPG 来说，这手亚索是限制安然9的英雄去做一个影响代班。哎，辅助也是站起来了。最后的 MVP 是给到了 Tech 啊。这把战绩上面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正常战绩，但是他最后一波开的是特别的漂亮，而且中间有很多波都是在面对着对面就是各种开团的情况之下，然后他肉身顶住的同时，又扛住了对面的几波集火输出，而且他没死。最主要瑞尔这英雄前面是正常发育的情况下，灰八是对于自己的发育非常在乎的一个打野选手。他的豹女会一直刷，对他无论玩到什么英雄的时候，你像这把前面都已经是崩裂开局了，他会为了自己的这个发育一直在去找输出，而不去帮助队友。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野核选手来说最好的一个，只能说在对于自己来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就你每把比赛不管队友是优势还是劣势，至少你的发育和你的作用是一定在的。对的。保证自己发育的同时，他也经常凭借着自己可能没有落下的发育，打到中期的时候，通过一波团战的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局势稳过来。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可能整个的所有梯队当中，他绝对是 T1级别的打野之一。而且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你说的那一点绝对没错，就是他的发育永远不会落下。是，但是这我们。这个看到在 RV 陷入到劣势的时候，灰八的这种优势体现出来，但是有没有种可能，就是一旦是 RV 陷入到优势的时候，灰八有时候有点不会玩了，对吧？本来今天的比赛这个第2把中间有的时候会浪一波，是的，对吧？OK， 是要绷住啊。这把赢下来，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也挺关键的，因为拿下这一分，有机会去跟 TT 再去争一下名次。是的。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听一听赢下这一场之后有什么样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敢敢来看一下我们的赛后采访吧。好的，感谢2位解说老师，也是再次恭喜RV拿下了本场 BO3的胜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他们的中单选手以及打野选手，他们分别是安然9以及灰八来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那么先有请2位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RV的打野灰八。Hello， 大家好，我是RV的中单安然9。好的，先恭喜你们拿下了本场 BO3的胜利。那我们也是可以先聊一聊我们一个赛场外的内容。其实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 7.2 版本了嘛，我觉得其实这个新版本对于中野来说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呢是我们的鞋子的附魔改掉了，然后慢慢的变成了像类似于我们端游的这种3级鞋，而对于中单来说也影响非常的深远。就比如说对于中单法师上的选择来说会更加重要一些，包括我们一些法穿装备的增加和集中嘛。那2位根据我们这个新版本有什么想说的呢？我觉得新版本出了很多法师装备嘛，然后下个版本的话，我觉得法师一定是会在比赛上登场的，大家进行期待吧。确实，因为你其实今天第1把的瑞兹也是玩的蛮帅的。那灰八呢有什么想说的呢？下版本应该是法核了吧，就是打野法核了。OK， 那也是期待一下我们下版本2位选手的精彩表现啊！哎，发现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点，就是在第2局的 BP 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就是导播给到了一个镜头，就是在 BP 的时候，好像安然9一直在看着灰八笑，但你俩好像我看到你是没说话的，我不知道灰八有没有说话，当时是在笑什么呢？主要当时在决定选什么英雄吧，然后他说他想玩把狮子狗，然后我看了他一眼，我感觉他狮子狗不太行。狮子狗不太行吗？怎么说？你是怎么想的呢？当时为什么会想玩狮子狗？因为我当时就是前面就决定好他玩狮子狗了，他不亮那个佛爷哥吗？就已经决定好玩狮子狗。但是确实可能在第2局在暂停回来以后，那个状态调整的没有特别的及时，也是遗憾败北了。所以我当时还在想说，哎，到底在笑什么？而且也顺着这个狮子狗的点往下聊嘛。其实第2局对面的这个 BP 也还是蛮新奇的，就是我们解说老师也说，确实不太常见。当时有看到，觉得那个纳尔会是打野吗？会的，因为他们当时说就是他们训练赛玩过纳尔打野这个英雄。那感觉他们确实
第2局的 BP， 双方的这个 BP 内容还是蛮让人眼前一亮的。那其实还想问一下，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局嘛，其实第2局的中后期，包括我们的最后一局，都还打得蛮焦灼的。2位选手觉得就是来到我们的中后期的团战，面对上他们，觉得焦灼的点出现在哪里呢？我就感觉其实大家实力都是非常平均的嘛，然后阵容也差不多，所以说就是看大家打团的发挥跟配合了。那辉爸觉得呢？就是感觉自身就是以前的老毛病又犯了吧。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需要在后续的比赛以及我们线下的这个训练赛当中慢慢的去调整。但是也没有关系，你今天也是非常厉害了，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离我们的季后赛等于说是更近了一步嘛。那也是再次恭喜你们拿下胜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还给解说吧。言简意赅，又犯病了。行，至少八哥会检讨自己。